我离开那天正好是除夕。沈经墨从2楼卧室走下，没注意到我在收拾东西。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对我说：“我先回老宅接西西，晚上我带他去若霜家过年，不用等我们吃饭了。”一贯通知的口吻，要换成2年前，我早就不依不饶了。但今年可能是马上要走了，我显得格外心平气和。好，我头没抬，也没多说其他半句话。沈经墨一顿，眼神略显诧异，但他没多问什么，忙着离开，也只是点点头。关门声不大不小，但我的动作还是停了一瞬。1个星期前，我就刷到了林若霜的朋友圈，她买了很多过年的喜庆东西，站在贴满窗花的落地窗前自拍，又是一个期待感满满的新年。很多人给她点了赞，大部分都是沈经墨的好友，其中有个人评论：“今年又是沈哥陪你过年啊，沈哥对你可真好。”林若霜没正面回应，只是发了一个可爱的表情。随即沈经墨也点了赞。我并不意外他们的互动，毕竟这不是沈经墨第一次陪林若霜过除夕了。要说具体点，今年是第3年了，但没办法，谁让林若霜是沈经墨的白月光。就算我和沈经墨从校园走到婚纱，但还是和所有俗套的剧情一样。林若霜回来之后，沈经墨对其他的一切都变成了将就。之前我还会大吵大闹一下，明里暗里的问沈经墨是不是又要陪他过年，但今年我什么也没问，而是默默买了一张回老家的车票，顺便留下了一份离婚协议。我想我和沈经墨就到这里了。车票的日期在今天下午7点。我在纠结要不要带一张全家福走的时候，意外接到了沈西的电话。沈西是我和沈经墨的儿子，今年5岁，可能是从小养在老宅的关系，父子俩身上都有着如出一辙的冷淡和沉稳。视频一接通，我就看见和沈经墨相似的一双稚嫩眉眼，身后背景是熟悉的车内饰，看来沈经墨接到他了。沈西捧着手机皱眉看我：“妈妈，你是不是又生气了？”生气？我茫然地看向视频里的沈西，还没来得及说话，沈西就继续道：“就因为我们陪林阿姨过年的事，我都说过很多遍了，林阿姨一个人过年太孤单，她不像你，一年365天都有人陪。”沈西叽叽喳喳。其实这些话他2年前就说过类似的了。当时我第一次得知沈经墨要带沈西去陪林若霜过年，和沈经墨大吵了一架。沈西站在他爸爸身边，父子俩的眼神尽是责备和不满。林阿姨孤身一人回国，她只是想过年热闹一点，我们去陪陪她都不行吗？我那时候争辩，他们去陪林若霜了，难道我一个人就不孤单了吗？本来沈西养在老宅，我能见她的时间根本不多，如今过年更是想一家人好好团聚，可在他们眼中，我像是无理取闹的泼妇般。沈西像个小大人般埋怨地看着我，要在以前，我会被他的眼神和话语刺得心痛，但如今这种心疼也只是跟蚊子叮咬一样，变得无关痛痒了。西西，我没有生气，如果你愿意，以后每一年都可以让林阿姨陪你过。我说的是真心话。沈西小脸一正，随即抿抿唇：“你又在说反话了，每次都是这样，可哪次不是到点就打电话催我们回家？”我张张口，想要说什么，沈西已经把手机递给了沈经墨，镜头一扫而过后定格在后者身上，借着车内昏暗的光线，那张脸轮廓分明，清冷有致，眼神淡淡一瞥，便是微凉的寒意。我顿时止住话头。沈经墨开着车，声音冷淡：“还有什么事吗？”他问道，还是熟悉的口吻。以前是有很多话想说，但现在我摇摇头，没有。沈经墨似有一瞬怔愣，他想看我，但绿灯亮了，起个不的空隙，我已经挂断了电话。我最终还是没带那张全家福。收拾完自己所有的东西，我顺手把钥匙也放在了玄关处。在这座城市6年，到最后我所有的东西只装满了一个26寸的行李箱。冬日天气寒冷，车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司机等通车的间隙抽空跟我聊天，问我是不是准备回家过年。那怎么买这么晚的票啊？司机问我，要是家离得远，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赶上吃年夜饭。他开玩笑打趣，我也只好半真半假的回答是我没抢到更早的票。其实不是，我原本是想着今年要和沈经墨开车带沈西一起回我家的。
我嫁给沈经墨后，已经6年没有回家了。一开始是沈西小，不好长途奔波，后来沈西3岁了，沈经墨又接连2年带着她去陪林若霜。我以为沈经墨今年会记得，但林若霜的那条朋友圈提醒我，沈经墨再次把这件事抛之脑后了。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奢求了。于是我自己买了票，但我买票的时间有点晚，只抢到了今天的。司机把我送到火车站，时间刚好6点半。我提着行李箱检票进站上车，城市的灯光已经亮起，外环江边能看见有人放的烟花，怪好看的。这还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视觉感受这座城市的年味，新奇的同时又有点如释重负。我记起和沈经墨刚结婚那1、2年，其实也过得挺开心的。那时我们新婚，加上沈西出生，整个沈家都萦绕着一股喜气洋洋的氛围，每个人脸上带笑，平日里对我的严苛和指点也散去了不少。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大概是从沈家要求把沈西放在沈宅养开始吧。我每个月必须提前打电话请示才能见到沈西。原本我精心布置安排的房子，最终只剩下我和沈经墨2个人。我们从一开始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夫妻，变成了无话可谈、同床异梦的2人。我的期盼逐渐变少。1年到头，最盼望的日子，除了见沈西，就是过年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但沈西被教养礼貌乖巧的同时，却始终对我有一种生疏感。我一直以为是我们见面的次数太少了，直到看见她和林若霜相处，才知人和人的缘分并非会因为血缘关系就变得亲近。我刷到沈经墨过年除夕的朋友圈了，和往年一样，年夜饭、烟花秀以及他和沈西、林若霜的3人合照。照片上林若霜温婉，沈西可爱，就连一向沉稳冷静的沈经墨都神情温和，嘴角挂着浅浅弯起的弧度。我想起那张我没带走的全家福，最新的一张，还是1年前沈西过生日的时候拍的，但那张照片上笑的只有我一个。至于沈经墨和沈西为什么不笑，他们对此的解释好像是不爱笑。我那时也没怀疑什么，毕竟沈西的性子随了沈经墨，而沈经墨确实是不太爱笑的性子。如今看到这张照片，我除了有些感慨，也没别的了。我想着是不是该给沈经墨点个赞，结果就看到了底下的评论。沈经墨朋友圈发出来的时间不长，才过去半个小时，但底下评论却有不少，除了一些不明所以，误以为3人真是一家3口，祝福沈经墨幸福美满的，还有便是沈经墨的好友。其中有几条评论让我忍不住一愣。有人说，沈哥今年又陪若霜过年啊？乔薇没说什么吗？对啊，奇怪了，沈哥朋友圈都发了半小时了，怎么不见乔薇有动静？平常他看见早电话轰炸了。沈经墨回复了其中一条，待会就打来了。我之所以愣神，是想到了下午沈西给我打的那个电话，他说我说反话，每次到点就打电话催他们回家。确实要放在以前，我早打电话给沈经墨，让他吃完饭赶紧带着儿子回家了。我那时其实想对沈西说，我说的不是反话，今年我不会打电话了，从今以后我都不会打电话催他们回家了。看见沈经墨那条评论后，我收回了点赞的心思，免得他们看到以为我又在以别样的手段暗示。我关了手机，在火车摇摇晃晃的声音中，一边回想我和沈经墨的过去，一边盘算着还有多长时间到家。人只有在离开的时候，才能滋长出更多的情绪。我回想起我和沈经墨，从他高2转学到我们一起上同一所大学，我暗恋了他整个高中时代加大学。他是天生就瞩目的存在，家世、成绩、相貌每一个都出挑，而我光考上他所在的大学就费了一番功夫。我看着他和林若霜轰轰烈烈的在一起，然后分手，却没奢求过自己能被沈经墨看到。但命运就是这么神奇，某一天他突然给暗恋的人开了一扇窗。时至今日，我依旧清楚记得沈经墨发现我心思那天。那是林若霜出国半年后，沈经墨参加一场比赛，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他，只有我执意相信他会成功。后来沈经墨拿了那场比赛的头等奖，在散尽欢呼和庆贺的余热中，沈经墨忽然走向我。乔薇，沈经墨说，
听说你是这场比赛里第一个压我赢的人。他刚刚拿了奖，意气风发都藏在了他的眉眼里，明晃晃的夺目。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只是小声说，我只是相信你。沈经墨轻笑，我见你好几次了，好像这样的场合，你每次都在。我怔住了。其实我在太多这样的场合见过沈经墨，但我从来不敢靠他太近，每次都是默默地隐匿在人群中，做一个围观的欢呼者。我一直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没想到我看着沈经墨，呼吸放轻，不敢说话。沈经墨也不说话，只是漆黑明亮的目光含笑，笑得我心跳都乱了节奏。我和沈经墨刚在一起，震惊了很多人。所有人听说我的名字，下意识的反应都是谁？我不如林若霜，她是艺术学院的才女，大一刚开学就凭借一首钢琴曲轰动全院，和沈经墨的结合更是人人称赞艳羡的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只可惜两个人有缘无分，林若霜为了前程选择出国深造，沈经墨为此颓废心伤到了住院的地步。所有人都以为沈经墨会因这一次情伤一蹶不振，却没想到半年后他会和名不见经传的我在一起，并且从校园步入婚纱。他们说沈经墨一定是被夺舍了，要不然怎么会看上我？这样的话，即便在我生下沈西也依旧存在。直到林若霜回归，我能够想象他们叹息感慨的嘴脸，好像我是剧本里阻碍男女主正缘的拦路石。如今正主回归，我这个拦路石也该被清理掉了。0点过1分，我被窗外的烟花声惊醒。新年到了，车厢里有人走动，还有人小声地给家里人打电话报平安。枕头底下的手机在震动，竟然是沈经墨。说实话，我有些诧异，毕竟往年这时候他应该正带着沈西和林若霜守岁放烟花，玩得正欢，应该是无暇顾及我的。如今竟然还能分出心来给我打电话，难道是沈西出了什么事？我滑下了接听键。喂，电话那头只有呼吸声，我以为是信号不好，正要再开口，忽然便听见沈经墨轻声又低沉的声音：你睡了吗？我直觉沈经墨有话要说，但内心还是觉得有些惊奇，他现在居然会先迂回，而不是直接跟我说事情了。没，有什么事吗？我放轻声音，生怕吵到车厢里的其他人。沈经墨沉默半晌，我听见他开口：12点了，你怎么没有打电话给我？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他？虽然是一瞬间的困惑，但我立刻便明白了，是那条朋友圈的原因。真奇怪，往年沈经墨最不喜欢我打电话喊他回家，就连沈西也说，每次听到我的电话铃声响起，就会败了过年的兴致。今年我没打，沈经墨居然主动来问我。不过既然他主动问，我也主动打，不想坏了你们兴致，就没打。这是真话。但沈经墨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不爱沈经墨之后，我发现自己并不想将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了。还有是吗？没有我就挂了。有什么？西西想和你说一声新年快乐。沈西，真神奇啊！往年沈西玩得不亦乐乎，我只有在大年初3老宅见到他的时候，他才会记起来和我说一声新年快乐。今年都开始准点送祝福了。虽然沈西懂事，我应该变得欣慰和感慨，但很神奇，如今我的内心居然丝毫波澜都没有。因此我的回答也显得十分的公式化。谢谢，也祝他新年快乐。沈经墨那边好像是网络不好，我几次听不见他的声音。我想着信号不好，干脆就先挂了。但在关键时刻，沈经墨又突然喊我的名字：乔薇，等从老宅拜年回来，我和沈西陪你去游乐园好不好？游乐园？我突然想起，那是我好久之前提过的一件事。但我不是真的想去游乐园玩，而是为了和沈西培养感情。但沈经墨总是没空，沈西也说游乐园太幼稚，不愿意去。等来等去，这个计划一直被搁置。直到有一天，我看见林若霜发的朋友圈，不是他们没空，也不是他们觉得游乐园幼稚，而是他们已经去过了，且想陪的人不是我。不用了，都没什么要培养感情的了，我自然也对游乐园没什么兴趣。你说什么？火车经过一个隧道口，沈经墨似乎没听到我说的话，我正要再说一遍，但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个娇柔的女声：经墨，快来呀，西西要我们陪她放烟花了。
那道声音由远及近，是林若霜。对于她，我一向不陌生，尤其是这2年打的交道太多，林若霜的声音几乎刻在了我的骨子里。对方似乎是发现沈经墨在打电话，开口说道：“你在接电话吗？是微微的，他是不是又打电话喊你们回家了？”“也是，时间也不早了，你们还是早点回去吧，不然微微该担心了。”只是，林若霜欲言又止，我几乎能够想象她蹙着好看的眉头，双目含情的模样。只是，西西还说明早想吃我做的鸡蛋羹。沈经墨握住了听筒，林若霜的声音又变细微了。我已经没有窃听他们对话的心思，干脆直接将电话挂断。多说无益，等明天沈经墨回去，就会发现我不在，到时候他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不过说起来，我倒是有点好奇，如果沈经墨知道我走了，会是什么反应？是不屑一顾，还是觉得我早该如此？林若霜的到来突然打断了沈经墨和乔薇的电话。那一瞬间，沈经墨心底涌上一层对林若霜的不悦。他不知道自己一晚上都在等乔薇的电话，因为往年这个时候，自己和沈西要是这么晚还没回去，乔薇是绝对不会甘休的。他会打无数个电话和视频，催促自己尽快结束和林若霜的除夕饭局，赶紧带沈西回去。可今年，他发朋友圈的时间已经过去4个小时，0点也过了，可乔薇一个电话的都没有，甚至连消息都没发一条，这不太正常。沈经墨的心从那条朋友圈发出半小时起便涌上异样，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那种异样更加明显和不安。他好不容易借着0点刚过，想给乔薇说声新年快乐的借口拨通了乔薇的电话，可没说几句就被林若霜打断了。他心底不悦，可脸上并未表现出来。他问乔薇什么事，乔薇说起了沈西想吃他做的鸡蛋羹的事，暗示沈经墨带着沈经墨留宿自己家。沈经墨其实不想，他想早点回去见到乔薇，这个时候他应该还在家里等着自己和沈西，就跟前2年一样，即便再晚，他都要等到他们回家，然后说一声新年快乐，顺便送上自己精心准备的新年礼物。也不知道他今年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想到这里，沈经墨的心底不由有些期待和心软。他想立刻叫上沈西回家，但沈西精力旺盛，玩得忘乎所以，迟迟不肯离开。我不回去，不回去，我要跟林阿姨睡。沈西扒拉着林若霜不肯放手，林若霜一边阻拦一边劝他：“经墨，就留西西住一晚上吧，又不是没有房间。”可是，你是怕乔薇误会？没关系，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去跟她解释。林若霜抬眸，目光柔柔地看着他。而且你这么晚开车了也不安全。就是，跟妈妈说一声就是了。沈西附和。沈经墨看着这个自己和乔薇的孩子，到底是多了几分纵容。你要给妈妈发个消息，然后明天早上吃完饭就回家。好。沈西应的好好的。他拿着手机乖巧地给乔薇发了一段语音，但乔薇并没回。沈经墨心底的异样重了些，可他并未怀疑什么，只是以为乔薇生气地睡着了。算了，明天他早些回去，顺便给乔薇带份新年礼物。他向来心软脾气好，即便生气也好哄得很。沈经墨打定了主意，可第2天他还没来得及回家，就先接到了老宅的电话。老宅的长辈让他带着沈西过去拜年。好，我先去接乔薇。接他干什么？我想见的又不是他。沈母的话在电话那头响起，他语气里潜藏着深深的不悦和反感。沈经墨知道，母亲向来不喜欢乔薇，究其根本，无非是乔薇身份和沈家不对等。可过日子的是他和乔薇，他爱乔薇，才不在乎什么身份不身份。妈，乔薇好歹是您儿媳，你孙子的妈，过年不叫她，像什么样子？他忍不住辩驳道。沈母冷哼一声，我看他也不像是把自己当儿媳的人，他不愿意来老宅，我也不强求。这倒是实话。乔薇知道沈母不喜欢自己，加上当初因为争执沈西养在老宅的事，乔薇去老宅的次数屈指可数，仅有几次也是为了看望沈西。就算乔薇去了老宅，他也不会高兴。沈经墨略有些头疼。我先问问乔薇，要是乔薇也不想去老宅，他也不会要求他。沈经墨给沈薇打了电话，
他没接。沈母又在那边催促，说沈家亲戚都到齐了。于是沈经墨只好给乔薇留了消息。老宅那边来拜年的亲戚不少，沈经墨作为这一代新当家做主的人，免不了要应酬照顾，加上沈西德众人喜欢，在老家一住就住到了初4。这期间，乔薇一直没回他任何消息。终于，沈经墨心底的异样转变为强烈的不安。初4送走所有的亲戚，沈经墨不顾沈母的挽留，拉着沈西回到了他和乔薇的小家。一开门，寂静和黑暗扑面而来。乔薇，沈经墨站在玄关处试探地开口，这不对劲。平常不管多晚，乔薇都会为他留一盏灯，可现在整个房子漆黑一片，没有一盏灯亮起。妈妈，沈西朝主卧走去，没看见任何人影。他站在楼梯口，茫然地看着沈经墨。爸爸妈妈不在家，他去哪了？一股寒意从沈经墨的指尖泛滥弥漫开来，他近乎机械般地扫视整个屋子的环境，太安静了，安静的就好像这里的主人已经离去很久。一股阴冷从空荡荡的房子四周窜出来，裹挟他的全身。我是在初4晚上看到沈经墨的来电的，未接21个，毫不停歇，急迫的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我回了过去，那边秒接。喂，微微，你去哪了？沈经墨的声音有些沙哑疲倦，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的问话竟然有点小心翼翼。我思忖了一会，你回家了？难怪，看来是沈经墨回家没看到我，才会给我打电话，但着急的打了这么多，那他一定是看到了我留下的离婚协议。回我妈妈家了。我回道。沈经墨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疑惑的沉默了。既然沈经墨看到了我的离婚协议，干嘛还这么问？他难道不懂我的意思吗？我不回去了。既然不懂，那我就直接挑明。沈经墨，我不回去了，你把东西签了，我们好聚好散。好聚好散是什么意思？乔薇，沈经墨语气激动，我们不是好好的吗？原来在沈经墨心中，我们这样叫好好的。心底涌上一层叹息，我便叹了口气。沈经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是因为我带西西去陪若霜过年的事。为什么？沈经墨，从前我可没问过你这么多为什么。我无奈地回应道。沈经墨好似从我的无奈中肯定了自己的猜测。乔薇，我和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和若霜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沈经墨，我蓦然打断他的话。你和林若霜如何？我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和你离婚。那头呼吸一滞，彻底静默下来。我告诉沈经墨，在他没有签字离婚协议之前，不用打电话给我了。睡意被沈经墨的电话破坏，我起床到餐厅找水喝，却意外发现我妈还在厨房忙活。妈，这么晚还不睡？我给你煮了夜宵。我妈一边回应，一边将一碗鸡蛋面端到了我面前。快尝尝，你几年没吃了，看看还是不是之前那个味。她的身影笼罩在朦胧柔白的光晕之中，我看见她头顶隐约生出的丝丝白发，一缕苦涩从喉间涌上。曾经嫁给沈经墨时，我妈就持了反对意见，门不当户不对另说，她是不愿我走那么远，到时候受了欺负没人撑腰。嫁给沈经墨那1、2年，我也学着妈妈的样子复刻了她给我做的同款吃食，但怎么都做不出那个味道。我借着碗里的热气掩盖了眼底氤氲的失意。没关系，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离开她身边了。心情被我妈治愈。第二天我睡到早上9点，我妈已经开门做生意了。过年来我们镇上旅游的人不少，我妈开了家小卖部，就在街口。初5的天气很好，才10点，小镇洒满了阳光，连空气都是祥和之意。我走到小卖部门口，刚喊了一句妈，店里面的一大一小2道身影便齐刷刷地转了过来。妈妈，沈西率先扑向我，我有些愣，身体被沈西抱住。她仰头看着我，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乌黑闪亮。妈妈，我好想你。沈经墨面色从容温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微微，我再次感到无语，眉心也跟着一跳。我对沈经墨和沈西的到来的确诧异，但过后一阵烦躁涌上来。你们来干什么？沈经墨恍若未觉我的冷淡反应，牵住我的手。抱歉微微，
这几天家里客人太多了，来晚了。正巧这时我妈端着果盘从后面走出，她显然比我更早见到沈金墨和沈西，也不知道沈金墨时如何说服我妈的。此刻我妈笑意盈盈，金墨，西西，来，快坐。谢谢妈。谢谢外婆。沈西一改往日的少年老成和，此刻嘴甜乖巧的不行。我妈被哄得眉开眼笑，眼角细纹又多了2条。她走到沈西的面前，哎呦，乖宝，来，外婆抱抱。诺，外婆给你的压岁红包，新年快乐，宝贝健康平安快乐。沈西再次笑眯眯，任由我妈将她拢在怀里。她很喜欢沈西，即便是第一次见，可她脸上的笑容真切又具有感染力。这是我回来这么多天后，第一次见我妈这么开心。我知道沈金墨为何而来，在昨天晚上的那个电话挂断之后，他带着沈西驱车来到了我家这边。他以为我在闹脾气回娘家，期盼能以此来消解我的怒气，可我的内心并无任何欢心，反而被一层层的烦躁笼罩着。沈金墨，我按捺住性子，以为自己昨天晚上已经和他讲清楚了，可沈金墨打断了我的话。微微，我开了5个小时的车，好累。他好看的眉头轻轻蹙着，整个人显出一种疲惫倦怠之感。我妈听见，赶紧哎呦一声，让我带着沈金墨和沈西先回去休息。我怎么会看不出来沈金墨的故作姿态？但看了一眼沉浸在喜悦中的我妈，到底是不想在她面前和沈金墨争吵。我带着沈金墨和沈西朝家的方向走去，父子俩跟在我身后。沈西牵着沈金墨的手，后者欲言又止。我察觉到家后找借口让沈西离开，独自面对沈金墨。曾经我很喜欢沈金墨，即便和他一起不说话都行。可如今我见他，只有浓浓的排斥和不喜。原来喜欢一个人这样容易，讨厌一个人也这样容易。沈金墨，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有些头疼，尤其是面对沈金墨。微微，我没想干什么，只是带西西来看看妈。沈金墨看着我，你不是一直说西西还没见过他外婆吗？我觉得可笑。曾经我和他说过很多次，可每次他都视而不见，如今反倒积极。我眼神嘲讽嗤笑。沈金墨抿唇，微微，别这样看我，我是真心的。鬼才要他的真心。沈金墨和沈西的到来打破了我这几日的宁静，但不得不说，因为他们的到来，我妈比平日更欢喜了一点。她喜欢沈西，她将对我的爱延伸到了沈西的身上，对她越看越喜欢。而沈金墨更是在我妈面前做足了好女婿的姿态，即便我妈不说，可我能感受到她对沈金墨的态度变化。沈金墨带着沈西住了2天，眼看着年将过，我妈有一天忍不住偷偷问道：微微，你们啥时候回去？妈给你们备了好多东西，到时候你带走。当时沈金墨也在，他并未回应，只是看向了我。再过几天吧，我想多陪陪你。我并未将话说死。沈金墨脸上一闪而过的欣喜。晚间时分，我打算找沈金墨摊牌，却没想到先听到了他和沈西的对话。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啊？我不喜欢这里。沈西皱着小脸，将手中的玩具摔在地上。那是我妈送给他的。他不知道怎么哄小孩子欢心，只是看着小镇的男孩子都有，于是自己也买了一堆送给沈西。沈西刚开始看见的时候很高兴，甜甜的叫了几句谢谢外婆。而如今他说，这些东西一点也不好玩，我想奶奶了，还有林阿姨，我想和她一起去游乐园玩。沈金墨轻轻地皱着眉，他耐心地劝哄着沈西，快了，等你妈妈气消了，我们就能一起回家了。这几天一定要乖，不能惹妈妈生气，知道吗？沈西一脸不情愿的点头。我听着这一切，忽然便气笑了。趁着这几天天气好，我妈让我带沈金墨和沈西在小镇玩2天。微微小时候可爱在镇子里玩了，那时候叫她吃饭，得跑到那座桥上去喊。我妈笑呵呵地跟沈金墨和沈西说着我小时候的事情。沈金墨听得认真，偶尔嘴角含笑看着我。小镇里，沈西在前面跑得欢快，时不时回头看一眼我和沈金墨有没有跟上。过了年，小镇的人流渐渐减少，如今石板路上行人3两，整个小镇有一种清幽宁静的美感。乔薇，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小时候的事。为了打破沉默，沈金墨率先开口。
看得出来他在极力的找话题。我看了他一眼，不，我说过的，只是沈经墨不爱听，我渐渐便不说了。如今沈经墨也不知是出于何种心理，他对我承诺，乔薇，以后每年我们都来这边住一段时间吧。他目光漆黑平静地看着我，可我只觉得可笑，这又是他为了让我消气说出来的话吧。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忽然就听见前面的沈西一声惊喜的呼叫，林阿姨。嘻嘻。道路前方，林若霜张开双臂迎接飞奔跑向自己的沈西。沈经墨骤然蹙眉，下意识地看向我，见我没什么反应，他走向沈西。西西，下来。沈西撇嘴推开林若霜的怀抱。沈经墨问林若霜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林若霜浅浅微笑，来这边旅游，听说你也在这，真是好巧。确实很巧，中国那么大，偏偏林若霜选择了这样一个小镇。沈经墨抿唇，视线转向我。林若霜顺着他的目光看见我，脸上笑意渐深。乔小姐，你好，没想到我们会在这见面。上次你和经墨打电话，我都没来得及跟您说声新年快乐。他又提及了除夕夜的那通电话，我看清楚他眼底明晃晃的得意和炫耀。听说你和经墨因为我起了误会，自己跑回了娘家。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罪过可就大了。乔小姐，我和经墨西西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一个人冷清，他们这才说来陪我过年的，但留你一个人在家，真是不好意思。他一番情真意切的自省，我还没说什么，沈西就拉着他的手。林阿姨没关系，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而且她已经不生气了，对吧，妈妈？沈西询问地看向我，我的视线停驻在她小小的靠近林若霜的身躯上，那是一种习惯性的依赖和亲近，是我许多年努力却还是不曾有过的。不过好在事到如今，我也不再奢望。生气谈不上，毕竟像乔小姐这样热心照顾别人丈夫和孩子的人不多见了。我轻笑一声，林若霜听出我话语中的嘲讽，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但她很快恢复原样，低头回答沈西的话。沈西邀请林若霜加入我们的队伍。我妈妈是这小镇长大的，她很熟悉，可以做向导。沈经墨皱眉，还没来得及说话，林若霜便微微一笑，是吗？那真是麻烦乔小姐了。林若霜接下来与我们同行，她还记恨着我刚刚那番阴阳怪气的嘲讽，游玩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将我隔绝开来，展示着自己与沈经墨沈西的亲密程度。经墨，这里好看，快帮我和西西拍张照。他搂着沈西站在了古桥边，熟练地使唤着沈经墨。沈经墨拍了照，林若霜又提议，我们三个一起拍一张吧。他目光巡视了一圈，落在我身上。乔小姐，不介意帮我们拍张合照吧？沈经墨看向我，下意识想说什么，但我已经答应了。好啊。林若霜露出笑。沈经墨眉头倏然皱紧，目光灼然地看向我。等我拍完，沈经墨突然说道，乔薇，我们一家人拍一张吧。不聊，我不喜欢拍照。沈经墨张口难言，眼神沉重。晚上，沈经墨敲开了我的房门。微微，有事？沈经墨抿唇，若霜不是我叫过来的。他竟然罕见地跟我解释。我当然知道。沈经墨心里清楚我和他的隔阂在哪里。如今这个节骨眼，他当然不会让林若霜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知道，因为是我叫他过来的。我开口。沈经墨抬眸，眼底有深深的疑惑。我直直地望了进去，看见他眼中的自己，嘴角含着一抹冷笑。沈经墨，你想不想知道，这些年你带着沈西和林若霜一起的时候，我是怎么过的？沈经墨脸色一白，他显然是想到了今天白天的事情。明明我们才是一家三口，可林若霜和沈西、沈经墨的互动却如此熟稔。这还是我在场的时候，我不在场的时候，不知道面对别人的误解，沈经墨是不是选择默认，就像那条除夕夜的朋友圈一样。我没有。沈经墨解释，但事实如此，即便刻意遮掩，可还是会有蛛丝马迹露出。我平静地看向沈经墨，你放心，我没有生气。西西和林若霜相处得这么好，她当西西的后妈，我也高兴。到时候，乔薇。沈经墨打断我的话，他漆黑的目光灼然，眼底微微泛起失意和愤怒。我没想过和你离婚，难道你要我继续看着你和林若霜、沈西这样吗？
沈经墨，做人不能贪得无厌，既要又要。我没有，乔薇，我爱的人一直是你，可我不爱你了。沈经墨骤然失语，他脸上的血色像是有缝隙的玻璃瓶里的水，一点点散尽。我看清他眼底破碎失落的光，不妨再直白点重复。沈经墨，我不爱你了。嫁给沈经墨那年，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一辈子，就算外面的闲言碎语很多，我也要坚定地选择他。但我忘了，有些路一个人是很难走下去的。我嫁给沈经墨，偶尔感受到他对我的纵容和爱，可那不是持续的，反倒像是乞丐的施舍，高兴了给多一点，不高兴了一点都不给。我就这样自欺欺人了很久。那西西呢？他是我们的孩子，你也不要了吗？沈经墨目光悲痛地看着我，我沉默了。沈西不是我的孩子，他是沈家的孩子，而且我想，比起我，他会更愿意林若霜当他的妈妈。沈经墨不信。那天晚上，他失魂落魄地离开。第二天，沈西闹着要去小镇另一边玩，我没有同行。你们去吧。话音刚落，沈西就一蹦一跳地跑向门外等着的林若霜。林阿姨，妈妈不去，那我们去玩。沈经墨看着沈西和林若霜的相处，第一次觉得如此刺眼扎心。沈经墨跟着沈西和林若霜离开，我以为这一次又会像以前一样，没有我的存在，他们三人会玩得高兴。但没想到1小时后，沈经墨拉着哭得撕心裂肺的沈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林若霜则是不见了踪影。爸爸坏！沈西哭得鼻子小脸通红，沈经墨则是面色阴沉。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父子俩生气吵架，不由有点诧异。怎么啦？我问沈经墨。沈经墨不回答，我又问沈西，没想到伸手时直接被沈西推开。我不要你，沈西！沈经墨厉声呵斥。我一头雾水。几分钟后，我还是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是林若霜和他们一起出去玩，本来一开始还好好的，可当林若霜提出让沈经墨尝尝自己新买的桥头糕时，沈经墨默然看着上面被他咬掉一个小口的糕点，突然狠狠伸手一抚，真恶心。林若霜没站稳，听见这话面色猛地一变。经墨！沈西连忙跑过去扶起林若霜。爸爸，你怎么了？干什么推林阿姨？这是沈经墨第一次意识到林若霜的举动有些越界，他竭力隐藏自己的情绪，只是语气阴沉地告诉林若霜，别再跟着我们一家了，你在这里打扰到我们了，很烦。林若霜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沈西大声反驳，爸爸，你在胡说什么？林阿姨怎么会打扰我们？之前我们不是一起玩得很开心吗？曾经他们说过的每一句相处好的话，如今都变成了刀子扎在沈经墨的心口。他握紧了手，整个人仿佛被浓郁的黑气笼罩。原来是这样。我摇头叹息，又见沈西哭得可怜，还是决定安慰一下。西西，别哭了，不要你假好心，要不是你非要跑回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出乎意料的是，沈西今日竟然格外排斥我。我低头看见他通红眼底的责备和怨恨，那种眼神不可谓不熟悉，但我现在实在是冤枉，毕竟我什么也没干。沈经墨已经因为沈西2次对我的不敬感到生气。沈西，你在说什么？本来就是没有你，我们玩得好好的，你从小就把我丢在奶奶家，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做妈妈的责任。我就是喜欢林阿姨，不喜欢你。沈西受了委屈，朝着我大吼。我一愣，因为他的话一时间竟然不知该如何反应。沈经墨已经紧紧抓住沈西，这些话是谁教你说的？沈西不言，撅着嘴红着眼。我感到一阵麻木的心累，但随即而来的却是莫名轻松。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我蹲下身直视沈西，那一眼包含了我对沈西的众多情感。可最后我只说了一句，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你。沈西一怔，愣愣地看向我，我朝他笑笑，所以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微微，沈经墨颤抖出声。我告诉他，沈经墨，你们可以走了。沈经墨原本以为带上沈西会成为挽留我的筹码，但最终他成为了结束我们关系的最后一环。
当年沈经墨答应沈家长辈将沈西带到老宅抚养，不知道有没想过多年后自己的这个决定会成为刺向我和他的刀。我对沈经墨和沈西都无愧，反倒是他们负了我。但好在如今我挣脱了枷锁。沈经墨带着沈西离开那天，正好初八替，我妈并不知道我和沈经墨的事情，她关怀着沈经墨和沈西，让他们有空多回家看看。沈经墨看了我一眼，极力掩藏自己笑容中的苦涩。好。沈西坐在车子后座，车窗掩盖了她的身影和面容。她还在生气，或许正在等待着我去哄她，但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告诉沈经墨，记得把离婚协议签好，这是我要求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别让我失望。沈经墨不语，只是悄然红了眼眶。乔薇，我带不走你了是不是？是。1个月后，我顺利和沈经墨离了婚。半年后，我妈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她震惊之余问起了我为什么。我没告诉她我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只是说不爱了。我妈虽然惋惜叹气，但时间一长也不说什么了。她不说什么的原因是沈经墨每年寒暑假都会带沈西来看她，只不过这期间我都因为某种原因不在。听闻沈经墨和我离婚后，专门回了一趟老宅。他和老宅里的沈母大吵了一架之后，将沈西接到了自己的身边，亲自带着。我原以为他会和林若霜结婚，但并没有，林若霜不知因何又出国去了。沈经墨删除了曾经和林若霜、沈西一起跨年的所有朋友圈，在背景图里挂上了我们好多年前拍的一张合照。好多人发现，给我传来消息打趣，那些嘴脸口吻倒和之前他们谄媚林若霜和沈经墨一起跨年时别无二致。消息多了，我觉得有点烦，干脆置顶了一条离婚的朋友圈，勿扰，已离。所有人震惊，唯独某些知情人员略有猜测。再说沈西，一开始他并不知道我和沈经墨已经离婚。回到沈经墨身边后，他向沈经墨问起我，妈妈呢？她怎么还不回来？沈经墨一开始还会沉默，后来沈西问的多了，沈经墨说道，妈妈不会再回来了。为什么？沈经墨没回答他。沈西心中郁闷，找到沈经墨的手机给我发语音，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再后来，沈西知道了分开和离婚的意思，听说他大哭了一场，一直吵着要见我，不过最后也没见到就是了。再到最后，沈经墨偶尔会带他来小镇，那时候每年的寒暑假成为了沈西最期盼的日子，如同当初的我一样。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衷心祝您吉祥如意，万事顺心。